小东在非洲旅行了7年，去了27个非洲国家。你要问我哪个国家最特别，那一定是厄立特里亚。这里呢被称为非洲小罗马，曾是全非洲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。而现在这里却变成了非洲朝鲜。那今天就跟着小东一起去探索这个非洲最神秘的国家。Halit Avenue，you go 哈。咱们现在是搭上了他们这个当地的 taxi 啊。如果说是包车的话很贵，所以一般都是 share。share 的话就是在城区大概就是10拉克法，合人民币5块钱。但如果你是包车的话，就你一个人一辆车的话，就得要30-40，因为这边的油价特别贵。这个牛逼啊，还可以看电视呢。老司机，这个是大叔的营业执照啊，可以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国家看到，竟然还有营业执照的，太少见了。Arabic music， 就阿拉伯 music。整个阿斯马拉老城呢，是在1935年由意大利殖民者在这边建的啊。他们当时建造城市的时候呢，加入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，所以整个看起来呢，都跟其他非洲国家有点不一样。整个阿斯马拉的比较有特点的建筑呢，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哈雷特大街上啊，两边有很多的咖啡厅呀、电影院呀。当时意大利打造这个城市呢，也是费尽了很多心血，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啊等等的，都是从意大利运过来的。在2017年呢，阿斯马拉也是被评为了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。这里呢，也是世界上游客到访人数最少的国家。在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呢，它是没有并入国际金融系统的，所以它没有 ATM， 也没有什么 Union Pay， 也没有什么 Visa、Mastercard， 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呢是属于那种独立的。但好在呢，这个国家的货币呢比较稳定哈，而且它的币值还比较高。你像咱们1块钱人民币的话，可以兑到2块钱的拉克法，算是非洲国家中币值比较高的了。当然，这个国家呢，它很缺外汇啊。整个国家的 GDP 的话，一年才20-30亿美金吧。然后有很大一部分呢，都是来自于侨民的侨汇。因为在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呢，差不多有1/3的国民吧，他们都是侨民，很多都是移居海外了，但他们拿的还是厄立特里亚的护照，或者说是拿的 double citizen。整个国家呢，因为是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所以很多商品呢都是人肉带进来的。这里呢是阿斯马拉市区的一家电影院啊，在整个阿斯马拉市区呢，差不多有7-8家吧。而且这个城市呢，它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有这个红绿灯呢，虽然说现在坏了，但在早期的非洲呢，还是算是很现代化的城市了。而且当地的人呢，穿的也很体面，感觉就是那种 old fashion 的感觉。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，到处都是发电机在响。这个国家的电力十分短缺，因为靠油发电，所以它每天都是限时供电。当地人特别爱喝咖啡啊，感觉一起来就开始喝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些招牌什么的，感觉都很复古啊，应该是很多年了。所以在厄立特里亚有这样一句话，就时间感觉像静止了一样。这边是他们的中央邮局，这边是当地的药店。你看这个招牌啊，都是画的。大家看他们的路牌，上面写的是提格里亚语，中间呢是阿拉伯语，下面呢是英语。这幅画特别有深意啊，兄弟们，这是一个厄立特里亚的战士看着被打败的埃塞俄比亚人。咱们看到这个建筑呢，它叫菲亚特塔格尼亚罗，是之前呢1938年建的一个加油站，也是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师设计的。它的外形呢，就酷似是一个正要起飞的一个飞机，也是他们基于这个国家腾飞的一个愿景吧。这里居然还有个天津仪器的车子，太少见了吧。小东身后呢是俄罗斯使馆啊，门口呢贴了很多这种展示军事装备、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些照片。这边呢是俄非峰会的一个照片，这就是他们的总统伊塞亚斯，这个是布基纳法索的新的军政府的总统。这边是莫斯科，不知道厄立特里亚人民看了之后什么感想啊？现在这个厄立特里亚的话，好像就只有10多家使馆吧。大家看到那个飘着旗子的，然后感觉像个城堡的呢，是苏丹的使馆。苏丹呢也是厄立特里亚为数不多的关系比较好的国家，它呢也是跟鄂特接壤啊。在苏丹战争期间呢，鄂特也是接纳了不少来自苏丹的难民。小身后呢是当地的一个广场啊，旁边呢就是他们的一个东正教堂。大家看到的这个安达玛瑞亚建于1938年，这个建筑风格呢也是融合了厄立特里亚当地的一个建筑。整个国家厄立特里亚呢50%左右的人是信仰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，50%呢在马萨瓦那边沿海的地区呢，他们是信仰伊斯兰。这里有个普希金广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Hello， 你看这个上面写的 Pushkin 220th birthday anniversary。2009年建了一个纪念碑啊。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非洲啊，有一些国家呢，它之前是受苏联的影响，受这个社会主义的影响呢，很多国家呢，它跟这个社会主义也有一定的渊源啊。你比如在那个莫桑比克，好像就有一条街是以毛泽东命名的，叫毛泽东大道。很多老人喜欢在这个地方坐。
这哥们儿刚刚在偷拍我。在这个厄特居然还有这么先进的东西，这个感觉也是中国来的。这边还有一个 China Star Restaurant， 但是这个好像并没有开门啊。在厄特呢是没有中国人开的餐厅的。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中国公司的驻地啊，还贴了对联呢。在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呢，大概中国人可能就只有个100多200人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，比较封闭吧，就做生意的很少，基本上都是国企公司比较多一点，主要还是在这边做矿的。这边呢是当地的一个区域法院啊，他们这边的建筑呢颜色大多是以土黄色为主。这里是英美烟草公司啊，兄弟们，最赚钱的几个公司之一。这边是厄立特里亚的这个贸易和这个工业部，大家看这个样子，整个国家呢对于贸易啊政策还是比较保守的，工业的话几乎是没有。他们曾经一度呢在19世纪的时候，意大利人是在这边建了很多工厂的，但是在2战战败之后呢，英国来了之后就把那些工厂都捣毁了。这个对面也是厄立特里亚的一个政府部门啊，看起来也是挺颓败的啊。这边有一个英语学校啊，兄弟们，在厄立特里亚这边呢，当地人的英语普及率还是挺高的，大部分人都是可以说英语的。咱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阿斯马拉的一个制高点之一，这个大爷 OK， 帮你拿着拐棍啊，可以。大爷戴了一个 UNICEF 的帽子，整个已经相当的破败了。这个建于1983年，兄弟们，挺像一个机场的塔台的。这边呢就是可以远眺整个阿斯马拉。整个城市呢没有什么太高的建筑，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1、2层的小楼。这个是厄特电信的基站，也是中国公司做的啊。就这个城市里面呢，有很多路都还是土路呢。从这下面的建筑呢，看起来还是比较穷的。厄立特里亚的人均 GDP 呢，大概是在$700左右。这里呢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厄立特里亚为什么叫厄立特里亚啊？它这个拉丁语的原意呢，是指的是 Red Sea 红海的意思啊。因为这个国家呢，它是靠着红海的嘛，所以它就索性就叫红海了。所以大家看街头有很多餐厅啊等等的一些招牌的名字，它都是 Red Sea。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电器店啊，还有手机什么的。这边这个国家就几乎没什么传音的店了。传音算是非洲的手机之王吧，但是在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，他们是没有店的啊。其原因呢，也是这个国家没法做。那这些手机呢，都是怎么来的呢？从周边国家走私进来的。看一下厄立特里亚人，他们用的都是什么手机啊？三星、小米、Tecno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当地的小超市能卖的东西真的很少啊，物质特别匮乏。这边是当地的一个水果店，咱们看一下都有哪些水果啊？橙子、木瓜、番石榴，还有释迦、香蕉。这边呢是一个专门下载电影的一个小店，因为在整个国家没有网络，他们要看的话就只能是去这种店下载来看啊。To download one movie is how much? For a full movie is 3 nakfa. 3 nakfa. Series 1 nakfa. 电视剧的话，一集的话是1纳克法，就5毛钱；如果是电影的话是3块纳克法，就1块5毛钱。这儿还有一个中国电影吗？爱奇艺，杀人偿命 ，Horrid Blood。这儿还有一个弟弟，感觉也是个华语电影啊。感觉在这个厄特街头啊，到处都贴着这个人的海报，叫吉尔麦 History Maker。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个环法自行车赛的黑人选手啊，也是创造了历史。在厄特的街头啊，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这个自行车手啊。大家看到这街头停的都是自行车，就很多人呢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。他这儿还有很多这个中国来的电瓶车呢，华兰，可以的。在非洲能有电瓶车，说明这个国家的治安真的是很不错。因为这个电瓶车的电瓶很容易被偷啊。其实说真的啊，就是在非洲这么多国家里面，我觉得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还是挺安全的。就我这样拿着手机在外面拍视频，基本上也没有人会过来打扰你啊，或者说是有人想要掐手机之类的。因为这个国家的话，它算比较封闭一些，然后当地的人呢也没有被外界太多干扰到。这边呢就是当地的一些民房，差不多都是1层2层的小楼。这家应该是个有钱人啊，盖得挺漂亮的。这小院看起来还挺舒服的。其实你别看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经济不行啊，但房子啊什么的，街道都还挺干净的。Hello， 他们是住在这个小区的，能住这儿的我感觉都是富人啊，兄弟们，或者是公务员。这是当地的民房，年代相当久远了。这边是一个厄立特里亚的天主教堂，教会就很有钱啊，兄弟们看看，修了这么高层楼的。这儿有很多小孩在这里摘这个仙人掌果，街头都是卖这个仙人掌果的。
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当地人基本上都是骑自行车比较多，像这种车在俄特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兄弟们，你看到这些比较烂的皮卡，在当地二手的跑了几十万公里的，都得要30-40万人民币。看一下这个公交车，真的挤得全是人，我的妈！真的每一辆公交车都是爆满啊。这个欧利比亚呢，它是一家利比亚的石油公司。大家知道利比亚这个国家产石油啊。之前呢，利比亚在非洲也挺有影响力的。但自从这个卡扎菲呢，在那个联合国大会上把那个联合国宪章给撕了之后呢，支持呢利比亚这个国家的国运呢也发生了改变啊。卡扎菲的人生呢，也从此走向了崩塌。在这个厄立特里亚这边啊，就是一天供电大概会有多少小时啊？说不定，有时候10多个小时，有的时候5-6个小时。就是整个国家的电力特别不稳定。它是用那个油发电吗？重油。所以它这个国家呢，就是基本上是控制用电的。晚上的时候必须得等到这个电来，所以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啊。咱们现在是当地时间9点多，在这个阿斯马拉的街头是没有电灯的，然后咱们都打着手电筒。